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娱乐暗流，我是主持人千瑞。今天我们的故事主角是一个贯穿几代人记忆的名字——周润发。他从香港的南丫岛的小渔村出发，一步步踏上国际红毯。在娱乐圈的风浪里，他历尽高低起落，始终保持着潇洒与风骨。他见证了香港电影的辉煌与低谷，也亲手写下了一段段经典传奇。在浮华背后，他选择低调，选择真实，用自己的方式照亮了一整个时代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发哥的故事。5月18号，阳光灿烂，微风轻拂，发哥迎来了他的70岁大寿。你猜他怎么庆祝？星光派对？豪华游艇？ No， 这位老顽童啊，选择了一场最健康、最接地气的方式，和他的挚友们行山跑步。照片里，发哥头戴帽子墨镜，一身黑色的运动背心儿，笑容比晨光还要耀眼，完全不像70岁的样子。陪伴他的有苗侨伟、戚美珍夫妇，还有草蜢的蔡一智。苗侨伟在社交媒体中写道：无论做人做事，都是我学习的榜样，最尊敬的大师兄，生日快乐，潇洒自在。跑完步，温馨的生日宴接踵而来。发哥和发嫂陈慧莲换上了白色的情侣装，带着爱犬，与他的亲友团围着蛋糕，笑声不断。没有奢华的排场，只有满满的幸福。发哥轻轻地掰下了一块蛋糕，先喂给了小狗，看他吃得开心，才慢条斯理地吃自己的。他还俯身亲了狗狗一口，眼神温柔，爱心满满。发嫂呢，就在他旁边笑着，眉眼弯弯，还帮他拂去领口的狗毛。这画面一曝光，网友就直呼这才是爱情的终极形态。还有人调侃，发哥的狗狗是不是全香港最幸福的毛孩？说到香港电影的灵魂人物，你心中浮现的是谁？对我来说，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周润发。还记得上海滩的许文强吗？长衫翻飞，眼神里藏着十里洋场的恩怨情仇，一曲浪奔浪流，至今让人听了都会热血沸腾。还记得电影《英雄本色》的小马哥吗？叼着火柴，风衣一甩，孤胆豪情，瞬间点燃了港片的黄金时代。还有赌神中的高进，油头闪亮，指尖翻着筹码，翻云覆雨。发哥这个称号从此就成为了传奇。这些角色如同星辰般闪耀，点亮他的演艺星河，随便那么一颗就足以照亮一个时代。咱们把时间线推回到1955年的5月18号，在香港南丫岛这个小渔村里，一名男婴呱呱坠地，他就是日后叱咤影坛的巨星周润发。他的童年是挑着担子跟着母亲走街串巷的卖盒饭，生活虽然贫苦，但也正是这段童年的经历为他日后的演技注入了最真实的底气。10岁的小周润发搬到了九龙，生活依旧清苦。17岁的他就辍学打工，从酒店的门童、邮局的搬运、相机推销员，再到擦鞋工，样样都做过。他的学历止步于中3，但人生这本教科书他却越读越厚。18岁那年，在朋友的怂恿下，他考进了 TVB 的演员训练班。没想太多，只是去碰碰运气，却被钟景辉一眼就相中了，自此踏进了演艺之路。起初只是跑龙套，但很快就崭露头角了。在1976年，凭借着电视剧《狂潮》打开了知名度。1980年的上海滩更是一夜爆红，他饰演的许文强白围巾一甩，全香港都为之疯狂。她与赵雅芝成为了银幕的金童玉女，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浪漫的记忆。然而红极一时的她并未就此高枕无忧，
他渴望转战大银幕。80年代初，他的电影之路却跌跌撞撞，头破血流。从《血汗金钱》到《上海滩》续集，票房一部惨过一部媒体甚至给他贴上了票房毒药的标签儿。他也沮丧过，但是并没有退缩。1981年，他在许鞍华、胡越的故事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，虽然票房仍不理想，却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演员。这部戏甚至让他与 TVB 闹翻，所幸经人出面调解，他才重返剧组。1986年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。周润发接下了吴宇森的电影《英雄本色》，饰演传奇角色小马哥。那一句“我不是要证明我有多了不起，我只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”，搭配他叼着火柴、风衣飘扬的潇洒身影，瞬间点燃了观众的热情。英雄本色票房大卖，开创香港英雄片浪潮，更让周润发一举夺得1987年的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，从票房毒药彻底翻身，成为香港影坛的顶级巨星。接下来的几年，他势不可挡。1987年，他凭《秋天的童话》中粗犷却真挚的船头尺夺得了金马奖影帝。1988年，《龙虎风云》再让他获得金像奖。1990年，《阿郎的故事》中那个深情又悲情的父亲角色，又为他拿下了第3座金像奖影帝。自此，他与成龙、周星驰并称双周一成，成为香港电影的金字招牌。1989年的《赌神》，他饰演高进一角，更是将他推向了巅峰。油头、墨镜、翻转筹码的潇洒动作，成为华语影坛的文字符号。90年代初，发哥带着梦想进军了好莱坞，《安娜与国王》、《卧虎藏龙》、《加勒比海盗3》，他用演技与气场征服了国际。特别是李安执导的《卧虎藏龙》，他饰演的李慕白内敛深沉，武艺绝伦，却情感压抑，动人心魄。影片不仅勇夺了奥斯卡，还让全世界见识到了周润发的风范。在《加勒比海盗3》中，他化身东方海盗萧峰，一出场那气场全开，全球影迷惊呼：这才是真正的东方男人。虽然不是每部好莱坞作品都大卖，但是他从不迷失，因为他始终知道自己是谁。近年来，他选择回归华语影坛。在2018年的时候，电影《无双》中，他一改过去的正义形象，饰演心机深沉、心思缜密的画家，令人惊艳。他用层次分明的演技再次证明，真正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，演什么都精彩。发哥的魅力不只在银幕上，更是在生活中。坐拥56亿财富的身家呀，他却过得像个邻家大叔，简单到让人咋舌。不爱豪车名表，最爱行山、逛街市、搭地铁，堪称娱乐圈的清流天皇。2019年，网友在北角街市拍到他在买菜，穿着灰色 T 恤，手里拎着个塑料袋，笑着对商贩说：“阿姐，这菜新鲜不？便宜点啦，我下周再来。”这商贩就笑着回答：“发哥，你这么大牌还讲价呀？”他哈哈一笑，省一块是一块呀。这画面简直是香港街头的经典。一次，有一位阿姨搭乘地铁见到了发哥，就很吃惊啊：“发哥，真是你啊！”发哥一身普通装束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还帮着这位阿姨提袋子，并叮嘱阿姨：“天热，多饮水啊！”这阿姨感动的眼泛泪光，真是感动的不要不要的了。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善心。最近，艺人艾薇的妻子 Lisa 生命垂危，住进了 ICU。
他可是发哥的超级粉丝。艾薇就通过苗侨伟联系上了发哥，他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医院，握着 Lisa 的手说：“你一定要好起来，康复后我带你跑步。”他还悄悄地塞了红包给艾薇，帮他们渡过难关。虽然 Lisa 最终在5月18号离世，但发哥的探望让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留下了温暖的记忆。这份真诚与体贴也是始终如一的修养。1984年，许鞍华导演拍摄的电影《倾城之恋》邀请周润发担任主演。那次合作让许鞍华真正看见了发哥戏外的温度。多年后，他回忆说，发哥对每个人都很友善，连场务灯光师的名字都会记住。这种细心在当时的大明星中是非常少见的。2012年电影《大上海》发布会，两代许文强，周润发与黄晓明同台。黄晓明当众向他拜师，毫不掩饰地说：“发哥是我见过最好的演员，他不只是会演戏，对任何人都很好，我从心里佩服他。”这些来自圈内前辈与后辈的肺腑之言，正是对周润发最动人的注解。戏里是巨星，戏外暖人心。发哥的真诚不只是笑脸迎人或亲民合照，而是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坚持，一份清醒又温厚的良知。2023年釜山电影节向他颁发亚洲电影人奖。那天在聚光灯下，他举止一如既往的谦逊，但言语却掷地有声。面对全球的媒体，他无惧直言：中国的审查像高墙，剧本要层层过关，香港电影正面临空前的挑战。1997年后，电影人得小心政府指令，不然连资金都拿不到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抬起头，笃定地补上了一句：“但我们会拼尽全力拍出香港的灵魂。”那番话在社交媒体真的是疯传无数香港人民都在留言：“这才是我们的发哥。”中国大陆的官媒则选择集体失声。发哥明白这个发言的代价，但他不在意。正如时评人冯锡干所说，人生有3个层次：活着、得体的活着、明白的活着。发哥的这番话像极了他喜爱的黑白摄影，简洁、纯粹、透彻，一打第3镜。2014年，当雨伞运动席卷全港，年轻人顶着催泪弹争取普选，周润发选择站出来，公开赞扬学生的和平理智，批评港府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暴力。他也因此被中共封杀。在传媒面前，发哥淡然以对，赚少点钱而已。当王晶公开与他割席的时候，他没有反驳，只留下了一句话：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，温和却坚定。2019年反送中期间，他被拍到身穿黑衣黑帽，戴着黑口罩，站在人群中合照。虽然一句话没说，但那身打扮让很多人会心一笑。发哥是用实际行动表示自己不为中共站台。到了2020年，港区国安法强行推出，成龙等一众艺人火速签名效忠，发哥不为所动，没有签名。这就是发哥，一个把风骨藏在温柔里，把信念放在日常里的香港人。资深媒体人严春沟曾说，这才是真香港人，才是我们喜爱的演艺界明星，不只是优秀的演员，还是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人。当娱乐圈总是充斥着爱情速食、聚少离多的故事，有一段感情却悄悄流淌了近40年，没有轰轰烈烈，却格外的动人。这就是发哥与发嫂陈慧莲的故事。说起发哥，他的情路曾经并不顺遂。
初恋陈玉莲5年的深情，最终抵不过现实，之后就和于安安闪婚，9个月后就分道扬镳。这些感情像烟火般灿烂，却转瞬即逝。直到陈慧莲的出现，才让他的心真正的安定下来。陈慧莲出身新加坡豪门，性格安静内敛。初相识的时候，他甚至不知道周润发有多红，几乎没看过他的电影，没有热情的追星，只有真诚的倾听。他用细水长流的耐心，悄悄地走进了这位巨星的内心。有人曾好奇，为什么周润发在无数光彩夺目的女性中，选择了看起来普通的他？发哥笑着回答：我见过太多美女了，还是内心的美更珍贵。而发嫂回应外界议论时，则淡然地说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疑神疑鬼，自己累，对方更辛苦。简单的几句话，展现出他的智慧与格局。拍《梦中人》时，发哥第一次带他去片场，正巧那天和林青霞拍感情戏。他没有丝毫的不悦，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。林青霞不由感叹：这女孩真不简单，发哥捡到宝了。婚后，陈慧莲几乎放下了自己的一切，全心全意地成为丈夫的后盾。她是太太，是司机，是秘书，也是管家。从剧本挑选、合约谈判到饮食起居，样样亲力亲为。尤其当年发哥准备进军好莱坞的时候，全靠他帮忙谈合约、看细节，甚至亲自当他的英文老师。后来发哥能以英语自如演出，站在国际的舞台上，他功不可没。在镁光灯下，发嫂也总是默默相伴。每当发哥出席颁奖典礼或走红毯时，发嫂总会静静地站在他的身边，不抢风头。两人十指紧扣的画面多次被媒体记录，成了香港娱乐圈最温柔的风景。他们的生活其实很简单，发哥每月只领几千元的零用钱，其余的财务全部交给发嫂打理。夫妻俩常常一起去菜市场买菜，回家做饭，就像寻常人家那样过日子。发哥曾说，婚姻像生意，要有商有量，有个终生的爱人，有喜欢的事业，几个真朋友，健康的身体，人生夫复何求？这段感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，却经得起岁月的打磨。最动人的一笔是他们决定将56亿身家全部裸捐。发哥笑着说，这些钱是一分一毫赚来的，本来是有点舍不得，可是老婆坚持要捐。但是他也补了一句话，人走了，什么都带不走，有2碗米饭，几个老朋友就足够了。他看尽繁华，最终选择朴实。兜兜转转，最后只想守住一份平静。而这份平静，发嫂陈慧莲给了他。真正的爱不是轰轰烈烈的激情，而是岁月静好的陪伴；不是高调张扬的宣誓，而是默默守护的陪行。从红毯走到菜市场，从国际影展走回小家厨房，这才是最踏实、最动人的爱情故事。周润发为何能在娱乐圈屹立数十年，成为独一无二的万人迷？是帅气，是努力，是亲民，是坦率，还是爱情？答案是全都有。但最珍贵的是他那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，用真诚与热情对待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。在这喧嚣纷扰的娱乐江湖中，发哥用30年的坚持，活成了我们最想成为的那种人：有情、有义、有信。然而，发哥的传奇不只是关于一个人的努力成功，更是根植于那个自由奔放的黄金年代。
那时的香港电影创意无限，百花齐放，它与无数的电影人并肩作战，共同缔造出影坛历史上最璀璨的篇章。可当我们的目光从发哥的个人故事转向当下整个香港电影圈，现实却令人不禁一阵心酸。那个曾经火光四射、席卷亚洲的港片世界，如今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寒冬。从星光熠熠到低迷挣扎，从热血创作到审查阴影，香港电影走过了风华绝代，如今却在冷风中寻找出路。那么，香港电影究竟是怎么冻成这副模样的？80、90年代的香港电影是什么？是神话啊！年年上百部，一部比一部大胆，一部比一部精彩。港片的感觉像是火锅里的肥牛片，鲜辣上头还入味儿。你看哈，有英雄本色的兄弟义气，阿飞正传的诗意孤独，喋血双雄的枪火飞舞，大话西游的情深到崩溃的爱恨交织。导演有胆，演员有火，没钱也照拍，批判政府，揭露社会疮疤，一点都不手软，每一幕都闪耀着自由灵魂的光芒。那时候的港片不仅是席卷亚洲，更影响了好莱坞的动作片，成为世界的经典。但是1997年以后呢？话锋一转，逐渐进入了我不方便说，但是你懂的这样一种特殊的阶段，创作空间收紧，审查也越来越严。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啊，就像是一把利刃悬在了每个电影人的头上。结果港片一个比一个更像是在模仿大陆的主旋律大片，画面是有了，魂儿没了，连观众啊都看不下去了。数字是不会骗人的，咱们来看看啊，2024年港片总票房只剩下13.4亿，对比10年前少了一半啊，创13年来以来的新低。开了56年的老戏院海运戏院都说拜拜了。这就是港片的寒冬，还是港片的黑夜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来，我帮大家科学的拆解一下哈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产业结构完全跟不上时代了。现在大家追剧看片都靠网络，谁还花钱去戏院看啊？戏院租金贵，票房低，一部电影拍完了都不知道能不能上映，导演拍戏像是在玩生死时速。再来，中产阶层大举移民，票房基本盘整个都被搬走了。你戏拍得再好，没人看，还不如去卖奶茶。为了过审，故事啊往往被改得面目全非，失去了香港味儿。最关键的是，创作自由现在都快变成敏感词儿了。2020年国安法一来了以后呢，这整个电影圈就像被摁了静音键，人人自危，自我审查都快变成了主修课了。导演不是在想这故事我怎么讲能感动人，而是在想这一段会不会被审查，这块会不会被列为黑名单。连杜琪峰都看不下去了，他直接说香港没灵魂了。以前我们穷但有理想，现在连理想都没了。他的先浪潮影展啊也被政府断资，他就痛批说政府不资助电影，代表政府没有信心，对人民没有信心，对社会没有信心。烟花再灿烂也是繁荣的假象，骗得了谁？这波操作啊，像是对电影圈放话了，不要想太多了，拍开心小品就好了。你以为电影圈的寒冬只会冻伤作品？错了，连人呢都冻到要转行了。场务去送外卖，灯光师去卖保险，副导演啊去开 Uber， 简直是集体转行。不是不想拍，而是活不下去。在寒夜中，每位电影人都面临着选择，是妥协求生，还是坚守信念？
但还是有人死死地守住那份坚持，比如说黄秋生。提起黄秋生，你会想到人肉叉烧包里的魔鬼，还是无间道中铁血的警司？这位3届金像影帝啊，戏里是演魔王，戏外却是真汉子。中英混血的他4岁就被父亲抛弃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这段经历让他对不仁不义格外的敏感。他年轻的时候修过车，做过装修，82年的时候才入行演戏。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，他赞学生是香港的希望，结果被贴上了港独的标签，舆论对他挞伐不断。2019年反送中，他在脸书贴出纳粹迫害犹太人与港警搜索的这种对比照，用沉默来质疑。同年11月，理工大学被警方围困，数百名抗争者被困校园，情势是相当危急。黄秋生在推特发布影片，向世界呼喊，请帮助香港。简单的几个字承载了无数港人的心声。结果怎样？他被中共政府封杀，演艺事业被一刀给斩断了。2020年，他取得了台湾就业金卡，转向台湾发展。生日那天，他在脸书写下了心愿，愿将一生所学带到台湾，传给下一代。2021年受访时被问到是否想与中共修补关系，他回答说，中共就像恐怖片里的杀人狂，你退他不会放过你，还会变本加厉，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杀掉你。黄秋生不是想当烈士，而是不想当缩腿乌龟。他从未幻想能重回中国市场，他觉得有些人有些事无法挽回。他曾经说过，我不是港独，也不喜欢暴力，我只是一个有独立思想、憎恶邪恶的普通香港人。他一辈子演恶人，却在现实中用倔强点燃了希望。说起杜汶泽，你也许还记得电影《无间道2》里面的那个忠诚又搞笑的傻强。2014年的时候，他声援台湾太阳花学运，触怒了北京，一夜之间就被封杀了，事业归零。那段时间，他形容像是生命中最爱的东西被生生的拔掉，很悲伤，也很伤心。一个本来是靠喜剧搞笑吃饭的人，愣是被政治推上了风口浪尖。人家说他被封杀，他就回了一句，恐惧到了极点就会变成勇敢。2019年，他再次声援反送中，彻底失去了大陆市场。2020年，他移居台湾，开创了新的生活。他开设了 YouTube 节目，叫杜汶泽离骚，推广台湾文化，还创立了食品品牌小杜良品，推出的方便面与麻辣鸭血其中这个3级总统辣麻辣鸭血，在2022年全联首卖日一口气在200间门市售罄，网友就笑称他的鸭血跟他的人一样够辣。2024年，他回归电影圈，参演台剧《零日攻击》，饰演中共派来渗透台湾的香港人。记者会上，他笑着说，这角色不难，因为在香港我见过太多这种人了。他更直言，失败的人才会去帮共产党做事，成功的人根本不需要出卖自己，出卖国家。对杜汶泽而言，政治不是口号，而是选择，是面对压力时能不能说出我不怕。从喜剧演员到文化推广者，他在新的舞台上延续港片的火种。港片真的完了？绝对没有。寒冬虽刺骨，但总有作品和电影人用热血点亮希望。2022年，《正义回廊》改编真实凶案，直面司法与人性，入围国际影展，唤醒了观众对港片的信心。2023年，《毒舌大壮》票房突破1亿港元，创近年来港片纪录。法庭上的公益呐喊让全港热血沸腾。2024年，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重现了老香港的硬派美学，年轻人看完直呼过瘾。
后来更荣获了202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片设计。同年，电影《破地狱》以葬礼文化为背景，探讨生死与亲情。截至2024年12月，票房达到了1.43亿港元，成为香港影史最高票房的华语片，感动无数观众。这些影片不只是讲故事，更传递香港电影人的坚持，对社会关怀，对自由渴望。从本土到国际，他们证明，只要还有人敢拍，港片的火种就不会熄灭。香港电影的寒冬是否将过去，没人知道，但希望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它来自一个个还没放弃的人：周润发、杜琪峰、黄秋生、杜汶泽，还有每一位不肯噤声、坚持拍下去的电影人。有人说港片过气儿了，没救了，但你回头想想，你是不是也曾经因为一部港片热血沸腾，为某个角色哭过笑过？我们看电影不只是为了娱乐，更是为了在现实之外找到一点点真诚，一点点反叛，一点点还没被驯服的灵魂。也有人说，哎呀，港片不行就不行嘛，我平常又不常看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也有人说，我一个观众能改变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你这一个观众才最关键。当我们还愿意走进戏院，愿意支持那些还敢讲真话的电影，那些还在努力创作的人，就会知道他们不是孤军奋战。因为电影不只是他们的事，也是我们的事，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，是自由还存不存在的证明。所以你说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帮港片撑下去呢？替我们自己保留说真话的空间，保留一点点不一样的想象力，因为只有选择的时候才有自由。快来留言分享你最爱的港片，或者是哪个电影人最让你感动，或许你的参与也会为香港影片点亮一抹星光。